开始手脚并用了，很安静这个地方。我一用这我差点喷了，说实话。杨迪的爬山小剧场。我现在人在衡山游客中心，今天是爬北岳衡山。我的3山5岳计划又可以增加一座山了，但是北岳衡山大家说是最好爬的一座山，但有可能是会成为这次我爬3山5岳最难的一座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地面一直在下雨。我明明查了天气预报会下雨，但是我总觉得我的意念能改变天气。因为之前去华山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查要下雨，但是我已经定好日子了，我说就去。结果那2天阳光明媚得很，所以这一次要冒着这个雨攀爬北岳衡山。同时，我刚从哪儿出来，大家知道吗？洗手间拉水了，我的妈呀！今天就是天也下水，我也拉水，我无语，就顶着这2重压力来爬山。同时，因为北岳衡山这次是前2天在太原录节目嘛，所以直接就过来的，来的比较仓促。爬山搭子大换血，哒哒哒哒，衡山之旅马上开始。这是山脚下，正常来说是应该坐索道，但是我说爬吧，来都来了，坐索道没意思。而且他们查了一下攻略，平时都没那么爱做攻略的，如果不做索道，也就比平时多半个小时的爬。所以说他们决定跟我一起爬。来看一下这次的2位爬山搭子，他们就肯定没有之前那些爬山视频那么活跃，那么能量满满了哈。这是化妆师大崔，真的是第一次来，有点小紧张，选择了一座5岳里面最弱的山，人家都是5A 级，他们家4A 级，因为它高度没那么高，然后也好爬，像个小公园。这个是涛涛，这次跑了执行经济跑了，哎，看一下这个，一看就是张国老倒骑驴，真的，这些寺庙还得看山西。哎呀，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三元殿。网上查了攻略，说从真武庙开始就是登山的路线了。今天说实话好舒服，因为天气预报下雨嘛，这会儿雨停了，整个停留在一个21度左右的位置吧，就是空调最舒服的那个温度。从这儿就开始准备进入我们衡山景区喽。其实看那个《笑傲江湖》，衡山派真的是我最喜欢的门派，尤其是他们里面那个3定师太，定义、定闲、定静。3个师太各有性格，尤其是定义师太，那性格之火爆，跟那种出家人的感觉有点反差，但是就角色塑造的很好。检完这个票之后呢，朋友们，接下来还要坐一段摆渡车，因为这有一个6.1公里的摆渡车公路，此路段不建议大家步行，很多游客朋友会这一段就开始步行，但是那一段我一般都不太会走，它就是摆渡车的车道，你走的过程当中还得随时躲避那个摆渡车哈，感觉就相对来说比较危险，所以这一段我也坐摆渡车过去啦，到时候从真武庙就开始爬。准备开爬衡山，哇，这里衡宗，哇，这是什么？悟道衡山，我来了。好了，折腾了这么久，这一下终于开始爬拖拉机，终于开始爬衡山了。做没做好准备啊？班味儿有些重了。看他们俩，你们俩为什么不说话啊？跟我们前面那些热情洋溢、元气满满的 vlog 形成了鲜明对比。你们也没比他们大多少啊！你们的活力去哪儿了？你们真高冷，再高冷也无法阻止我爬山的兴趣。怎么了，大崔？这是我爬了第30个台阶，终于张嘴说话了。这都不是上山的道，我们现在只是看看真武庙。膝盖不好。爬上这个真武庙台阶还是不少啊，参观一下真武庙，再从另外一头上山。来都来了，我都是一网打尽，全到参观到。还好这会儿没有下雨，但是开始有点飘雨了。看一下这边真武庙平台望出去的景色，相对来说还有点一马平川的那种感觉哈。这看寺庙真得到山西。看过真武庙，出门见喜，我们就开始走我们的上山路喽。怎么样？目前为止什么感觉 ？It's okay， 这种平路就 OK， 你知道吗？我们爬山的时候，平路我们基本上都不停的，平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休息，然后楼梯开始就是攀爬，这样体力做一个平衡。加油！说是最多2小时就到了吧，2个半小时。准备好了吗？抬头看前方。刚才说不会一直都是平路吧？又是一个小乔爬山的久违的台阶又开始了，开始有点飘雨了，伞都撑起来了。这边没事，不用帮我打，我有帽子。挺累的，谁说不累？还行哈，锻炼嘛。Okay, right now. 什么意思啊？不太好了。
相对来说台阶还是比较紧的。它有的台阶特平特别好，有的台阶它特别陡。你就放慢速度慢慢走呗，懂了吧？待会儿就会热了，真的很热现在。昨天还怕今天温度低要穿厚点。爬山就是一个热，就是个出汗，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了，继续攀爬，走走走。刚刚说后悔没买缆车票是吗？因为你不是自己做的攻略吗？说坐缆车也就少半小时，现在呢？现在看来应该不止致命半小时，少了2个字儿，致命半小时。初次爬山的小伙伴都会这样，爬一会儿还是得换上经典造型了，发带得勒上了，汗开始流了。我换上发带以后，我整个人就活啦！啊！接下来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叫做虎风口，可能风大的时候，它的风声呼啸起来，就像老虎的叫声一样。因此而得名。刚才那个虎风口的介绍是我张嘴就来的，结果这边发现这里真的曾经有过一只老虎跟张国老的驴进行一个大战。那我刚才那算什么？算你聪明。国老岭啊，这里有很多关于八仙之一张国老的传说。在整个衡山攀爬的过程当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装饰物。看过那个八仙，这是张国老手里捧的东西，这个叫做鱼鼓，它是一种乐器，上面这个板儿跟这个鱼鼓合起来演奏，就张国老边走边唱。走了900米了，啥玩意儿？又在讲英文。精疲力尽的。 Exhausted. 你学废了吗？中场休息时间，快看，随便撸的。猫吃不吃玉米？算了，不要乱问。我必须吃点东西了，因为今天只吃了2个鸡块，拉肚子。刚才上来的路上跟他们进行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一用劲，我差点喷了。说实话，但我忍住了，我非常能忍的一个人。好了，不要再说了，再说就冒昧了。现在休息一下，我们就继续攀登。其实现在离峰顶啊，我们只爬了1/4啊。对啊1/4，但是已经1/4了，大孙你要这么想。你是悲观者吗？我说哇，已经1/4太好了，应该这样。哇，已经1/4太好了。休息够了，继续赶路。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区域叫做庙群区，就是它不只单是一个庙宇，有各种各样的庙。刚才我们经过的是马神庙，供奉的是那种马官儿。这是什么庙？什么庙不重要，这卫生间最重要。我打算去一下了啊。我就是那种游客，一定要打卡的游客。哇，你们看这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衡山建筑群，86年，跟我同岁的，39年了，这个碑还没去厕所，赶紧去。死气沉沉爱人祖，超绝活力人。今天的意志力没有战胜天气，为啥没战胜呢？拉肚子啦！我的意志力有些缺失，还在找厕所。刚刚说找洗手间，中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中间还跟游客合了2张照片。我真能忍，不能让这些腹泻战胜我。肯定大家会觉得没必要吧，什么都要战胜。你是来拉屎的吧？哎，现在印出来了，东北的印出来，辽宁的，嘿，这个亭子叫知瑞亭，你看他们吃的好有知瑞啊，你看，有汁有瑞。这边是往衡山顶爬，我们先去这边看一下。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是吧？后土娘娘庙还原洞，看庙真是得山西，寝宫。建于北魏太武帝太炎元年，随着我们的台阶就一步步往寝宫而上，还是非常漂亮的，很有那种它独属的韵味。这上面写着2个字“拱辰”，哎妈，差点踩滑。哇，这边望出去，飞石遗迹。走上花丛，哎呀，这块碑应该有一些年头了吧？我给大家欣赏一下从这边望出去的景色，你们看一下这种非常独特的配色哈，这边的景色如何呀？衡山的依林小师妹，你在哪儿？哇，这个地方坐着好爽啊！《笑傲江湖》里面有一个角色，衡山派的依林小师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色，因为她真的就是大家能想象最单纯的样子，在她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包括她遇到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礼貌的语言，师傅让她说你听到了什么你就说什么，她全部说出来，说的现场的各种名门正派都尴尬了，但是整个画面就非常有意思哈。衡山派
还有一个爬山搭子在下面懒得上来了，哎，没有秉持着来都来了4个字。北岳恒山把这个旗给弄正了。听说五岳剑派马上要召开五岳大会，我们北岳恒山必定出战。看一下这边景色如画，你为什么不推到那儿去？我再来一下。随着我的目光看一下这边景色，又推到天上去了。你先居中，其实双击。大家还是自己去看吧，我是教不会了。来，朋友们，哎，你偷拍还不如直接拍，我表情都没做好，你要不直接拍一张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台阶啊，103节，这个角度看到没？我开始攀登这个108级台阶，我就尽量不看镜头了。因为眼睛得随时看着路，这个登上去以后非常会有成就感。爬山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姿势，整个肩膀不要超过你的膝盖，这样的话对膝盖压力会比较小一点。尽量目视前方，不疾不徐的往前走。我还是有点高的，不敢回头了，稍微回个头。啊！哎呀妈呀，下雨了！继续走到这儿的时候，怎么有点小小的慌张，就能感觉到身后有一定的高度。到了，到了，怎么样？我每一下都怕自己滑下去。大崔呢？开始手脚并用了。大崔慌不慌？我有点害怕。好了，到了。主要现在是下雨了。刚才提到的10小师妹原来在这开文创馆啊，那我买个冰箱贴。我们把雨衣穿上了，因为雨开始下大了。但是刚才我们经过有一个岔路，是坐索道就可以到刚才那个地方。现在想想，其实没坐索道也 OK 哈，还是 OK 的，不然我们会错过好多景色。就我的体力都行。哇，天下名山，绝地通天，雨中漫步衡山，也别有一番风味。哎，我这个帽子。走吧，继续前进。前方有些什么介绍，说什么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神志不清和饮酒的人都要小心点哦。就前面可能有一些那种凌空栈道，大家要小心啊。刚刚看那个警示牌走的这段路，并不是说它有多么的惊险，它纯粹就是台阶多，所以精力会飙升，各种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前方的石阶啊，这熟悉的石阶。这熟悉的链条，有没有一种回到了华山的感觉？果然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软装。看一下这几个字：横宗极天。风老大 ，Hello， 妈呀，每个人的头发好精彩 ，Hello。Hello， 我本来想拍下那棵松树的，结果一直在看到，这个松树很漂亮，有点像黄山那个迎客松。继续攀登，好像还有2公里左右，好爽啊！这儿的风，哇，靠着这个岩壁眯会儿。来写真一下，大家好像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独享衡山哈，实则全是人。走吧，看着风好大，好凉快，如此凉爽，真的，好爽好爽。在下衡山派新任长子，定，你走。前方的道路，希望这个台阶走完以后就是你的啊，朋友们。爬完这个台阶还有1个小时排队打卡，到了耶，衡山。好快啊！接下来就要排队拍那个北岳衡山了，我先绕过去看一眼。这个队伍才是最难逾越的一座高山。衡山天峰里到了，排队1个小时，不去。不去，我的不去，实在有点久。北岳衡山2个小时登顶，太好爬了！为什么要来爬？爱爬！哇！大家看一下，接下来进入画面的是，Hello， 这衡山有多好爬？狗都来了。点点，坐下。点点上节目，上活，坐下。他现在怎么抬一个胳膊？你们是缆车上来的哈？有点累了。看这个台阶，看完就到了。谁能想到我爬衡山居然还有这样的视频可以拍摄？打把伞。我如果不说的话，等一下，我不说的话，大家以为我可能在江浙一带的一个公园里面逛。我们下山是坐缆车下山，因为下雨了嘛，就拼缆车。再加上我2位爬山搭子就属于那种腿脚就是。其实我最怕的不是爬山，反而是他们。比心。这是一个环境，你没有办法
逃不掉了。这边还是有一些山景的，但是这个衡山的这个缆车确实就惊险刺激程度没有华山的西风索道吓人。其实我们前面有4个那个叔叔阿姨，对。那你们下一站是去往何方？悬空寺。悬空寺可以拍一张吗？你们悬空寺这么早就去了？我们早上我们侧风展。你们看哪儿的节目看得多？之前我看火星情报局啊之类的。都是网综多一点。你录一点，你录吧。你不发就别录了，你要发才得录，你必须得发出去。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拍了以后使劲往网上发。对，我们上次爬华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有个女孩，她说我能拍一下你们吗？她说我就自己留着，我不发。我说你就要发，你就得发出去。我们同伴就问她你这个哪儿播呢？我说在她电脑上播，她也不发。最后那女孩发了100多万点赞，爬山的人都已经气疯了，我们的流量。后来有些网友看了她别的视频，发现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他们说妹妹你这么漂亮，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打码？你应该把码打到杨迪脸上。我是其实小时候一直有看你们节目，小时候90后，00后20多岁才。对，就会一直看你们，然后后面就是可能我也去读书了，再关注到就不是你们就是阿姨。我妈。我还给他就说还让我跟你说一句，干爹，你马上你回去吃忙吗？吃忙闷了。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好了，到了是不是？终于可以跑了，可以逃出去了。可以逃出去了。走之前最后告诉你们一件事儿，我有登临票。嘿嘿，山脚下吃饭时间，吃完饭我们就去悬空寺点了一个这个叫做浑圆面皮肉夹馍，我要吃肥的肉夹馍。其实他们这儿最应该吃那个浑圆凉粉，但是我不太想吃那个，我要吃面皮。你要一个蛋炒蛋，2个蛋，多加一个蛋，然后炒点都在蒙蒙点。我的面皮来啦，感觉醋很多哎，山西就是要吃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浑圆的凉粉肉夹馍，我让它肥肉给我放多点，然后还有洋葱。往悬空寺出发，我们来看一下像不像一条龙的脊背？哇，拍出来了，宛若游龙。山西的面食吃不得呀，困了。人要睡午觉，怪不得人家要睡午觉。我刚坐过来悬空寺，就是10分钟的车程，我困的眼睛都合上了。悬空寺胜境，哇塞，商业街呀，这个悬空寺下面比衡山山脚下热闹。悬空寺。龙头、龙身、龙尾，好大！还好我们先爬了衡山，这次是我整个3山5岳视频里面比较艰难的一次。但我们这次请了讲解员，一直在给我们讲解悬空寺的一些由来。徐霞客的游记也提到过，他来过这边，以前叫悬空阁。好大的雨，但是好美的景。来，山西的悬空寺准备登临了啊！今天雨大的要命，但是无法阻挡我登寺的决心。一探究竟，这里是参观路线，感觉这里好多好看的东西，但我这样样子确实狼狈至极，有点历险记那个意思了哈。一共3层，但有好多都不开放了，但就是人超级多。它就是一条道，而且这条道基本上都只能通过1个人，所以步伐就会比较慢。它这都是每天限了人数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给自己规划一下这样的行程，因为在外面看和在里面看的感受确实不一样。看一下这个步道有多窄。重阳宫，大崔怎么样啊？这悬空有点高。我们上了以后还挺震撼的。经历过华山的长空栈道以后，对于这种没有那么的胆怯了。看一下里面这柱子。其实我一点都不害怕，这个还 OK， 因为很慢，就是你可以在缓缓的时间流逝中适应整个悬空寺的高度。你看这个山体的岩石都已经被游客们盘包浆了，大家能不能感觉到啊？这个柱子在晃，不是我晃的，这个是我们楼上层有人在走，在走的时候他就可能感知到有人在走动，这个柱子就会晃。其实它反而是做到一个减震的作用。那种高楼大厦里面有那种地震的那种减震仪嘛，差不多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不能伸手去晃哈，这是错误的行为。这里就非常窄，这里就3圣殿了，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很安静。这个地方还要继续攀爬，哇，看，
好高，哦，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东西啊。怕撞着头。哇，这里最高点有点，因为它的护栏特别低，因为我的身高才多高嘛，那个护栏很低，你就怕自己一翻身就出去了，所以就要小声一点。三教店啊，哇，这里面的我就不拍了，玩过黑神话的朋友一定看到他们会非常的熟悉。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让去了，公书天桥。哇，这个颜色。看帐篷啊，这佛像我是看得沉醉了，真的。看得让人沉醉。三官殿、天官、地官，还有什么官？反正我知道天官赐福，三官是尧舜禹哈，天官赐福。看这里最小的一个大雄宝殿，非常的袖珍小巧。好像我们就已经结束我们的悬空寺之旅了。哇！出来了！我真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提前在网上抢他们那个登临票，可以进来感受一下内部的一些构造，还可以这样走一圈，不错。这次北岳衡山应该是所有爬山视频里面最短的一次，因为它比较小巧，但是小而美，小而精，所以有机会大家来逛一下哟。下雨了，我要去吃刀削面了，拜拜。